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又一部古装悬疑剧来袭，程毅、刘奕君主演，全员实力派阵容，期待。要说今年最让人搓手期待的剧《长安24季》，绝对能排进前3，程毅、刘奕君、王劲松、徐璐领衔。张涵予、潘粤明、倪大红、程泰深这些老戏骨全来飙戏，光看演员表就够炉内放烟花了。这剧讲的是文成年间长安城里一场权谋大乱斗，表面看是君臣联手铲奸除恶的爽文，但细品卡司阵容和角色设定，暗流里全是人性博弈和权力绞杀，妥妥的全员恶人既视感啊！先唠唠男主程毅。这位靠莲花楼里李莲花一脚封神的古装专业户，这次彻底撕了破碎感标签，演的是个智商爆表的谋士谢怀安。按路透和预告片，程毅一身素色长袍，眼神冷得像淬了冰，跟以往仙侠剧里吐血吐成林黛玉的造型反差极大。据说他这次全程玩脑子，从查案到布局再到反杀，连台词都透着股杀人不见血的狠劲儿。最绝的是，程毅为了演好角色，提前3个月跟着历史顾问学古代官场礼仪，连走路时玉佩晃动的弧度都要抠细节。剧组人吐槽他把剧本翻成了咸菜干。刘奕君和王劲松这对书圈双煞更是把期待值拉满。刘奕君演的帝王萧武阳，光看剧照就让人汗毛直立，龙袍加身却满脸阴郁，手指敲龙椅的节奏都能听出算计声。这角色可不是啥伟光正的明君，更像是躲在幕后的操盘手，一边用谢怀安当刀，一边防着刀太利反伤自己。而王劲松演的吴仲恒，目前信息武的严氏，但从杀青照里他那一身暗纹黑袍配阴鸷眼神，大概率是个亦正亦邪的权臣，搞不好还是幕后大 boss。 网友辣评：这俩往那一站，不用台词都能脑补80集《权力的游戏》番外篇。张涵予演的反派虎臂将军严凤山，堪称全剧武力值天花板。预告片里他策马冲阵的镜头，铠甲上还滴着血，一句长安城只能有一个王吼的人脊背发凉。别看老张这些年主攻大银幕，这次回归电视剧直接贡献了教科书级反派。据说有场戏他单挑10名刺客，不用替身全程硬刚，打完后现场武术指导都鼓掌喊真，人间凶器。徐璐这次彻底颠覆甜妹形象，演的是画师白婉。别以为这角色只是个花瓶，人家靠一手以画窥案的绝活混进男主团队，既能用颜料复原凶案现场，又能靠临摹笔记揪内鬼。剧组放出的花絮里，徐璐为了练画功，生生把自己逼成国画速成班优秀毕业生，拍戏间隙还蹲地上拿树枝练线条，被程毅调侃比探案还拼。潘粤明和倪大红的客串更是神来之笔。潘老师演的是个神叨叨的江湖术士，专门给男主团队提供玄学辅助。预告里他掐指一算说火攻藏兵象的画面，弹幕直接炸出关宏宇穿越来搞封建迷信了。倪大红则延续苏大强视作精路线，演个贪财怕死却掌握关键线索的小官吏。据说有场被严刑逼供的戏，他愣是用一声我要喝手磨咖啡的即兴发挥，把对手演员笑场到 NG 5次。更别说还有程泰深、韩童生这些黄金配角。程泰深演的心腹谋士，每次出场都带着下一秒要叛变的微妙感。韩童生则是把官场老油条演得入木3分，阴阳怪气的台词配上他那标志性挑眉，活脱脱长安韦小宝。这剧的野心不止在演员，制作团队直接搬来长安12时辰原班人马，从服化到场景搭建全是电影规格。为了还原藏兵象这个核心场景，剧组在宁波象山实打实盖了条300米长的唐代街巷，连地砖缝隙里的青苔都是人工种植的。
更觉得是打戏设计不同于普通古装剧的慢动作转圈圈，这里的剑招拳法全按唐代武谱复原，诚意有场屋顶追逐戏，吊着威亚连翻18个跟头，落地时差点把摄影师撞飞，导演却拍腿叫好，要的就是这种亡命徒的风劲。剧情设定也藏着暗黑彩蛋，表面看是正派组团打反派的标准套路，但细品人物关系，帝王萧武阳扶持谢怀安，到底是为国为民，还是想借刀杀人巩固皇权？严凤山谋反是真要自立为王，还是被逼到绝路的反扑？就连徐璐演的白婉，身世背景也藏着惊天秘密。他笔下那些唯美画卷，实际是用特殊药水绘制，遇热会浮现血色罪证。这种全员800个心眼子的设定，简直是把观众智商按在地上摩擦还得寒爽。现在最大的悬念是，这么多戏骨同台，到底谁能抢到高光 C 位？是程毅的谋士智斗，刘奕君的帝王心术，还是张涵予的暴力美学？反正预告片里已经出现名场面，预定了王劲松和倪大红有场朝堂对峙戏，两人全程没一句台词，光靠眼神就把你想弄死我，我知道你想弄死我的心理战演得火花四溅。现场工作人员说，看完这段感觉空气里飘的都是刀片。要说唯一让人担心的，就是千万别烂尾。毕竟权谋剧最容易崩在为反转而反转，但冲着这阵容和制作，哪怕剧情撒点狗血，光看老戏骨们用演技互撕都值回票价。